关键呢，就是我非常期待的搭载了百度 Apollo 智驾解决方案的这个 NOA 高速领航辅助系统啊，让我们来看看它在高阶智能驾驶方面的表现如何。新蓝图 Free 的驾控质感怎么样呢？我们还得拉到赛道来感受一下啊，包括蛇形绕桩、零百加速，还有金卡纳。首先呢，我们第一个项目是蛇形绕桩，看看前双叉臂后多连杆带来的这种驾控质感，尤其是横向的抑制能力如何？ 这一叉蛇形绕桩下来，我觉得这个车还是很舒服的啊。我们是标准的这个桩筒摆设的间距，大概是20米，然后速度呢也不是很快啊，3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左右的这个抑制能力非常的强，基本上你没有觉得明显的晃动，而且方向盘也是很紧致、很跟手的，在回轮的一瞬间能够给你一个非常线性的反馈，不是那种很突兀打手的感觉。然后脚下的这个油门刹车踏板呢也是比较舒服的，所以我觉得它整个的这个调教是相匹配的，赛道科目当中也能够给你带来不错的舒适性的驾控体验。下面是零百加速的测试科目，我们看看全新的蓝图 Free 4秒级的加速性能如何。走。 非常标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刚那个刹车的镜头啊？刹停的一瞬间，我都点头了，他竟然没有点头啊！对于制动的抑制做的还是很到位的。零百加速还是很爽的啊！起步的一瞬间，那个 G 值直接飙升了啊！第一次大家要适应一下，会有失重的感觉，不过多跑2次就好了。其实我们今天没有测试这个零百加速的成绩到底能不能到4秒8。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测试？就是平时如果是真的车主，你自己很不舍得拿自己的车去跑这个零百加速，第一是烧胎啊，很心疼；第二呢，可能大家也没有那种专业的驾驶的技巧。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替大家来感受一下。我觉得这辆车呢，它并不会像新势力的纯电车调教的那么的激进，尤其是在起步的时候，抬头的抑制能力还是很强的，会给你带来那种燃油车时代的那种起步的沉稳感啊。刹车的时候，只要一脚重刹下去，立马给你这个反馈啊，刹车距离还是比较短的。由于这辆车它是一个前后双电机的配置啊，前160千瓦，后200千瓦，也能够给你带来一个不错的后驱车的体验感，而且它的最大扭矩720牛米，在你起步加速的一瞬间就能够达到一个全扭矩的释放啊，这个 power 力量感还是很强的。另外，这辆车也是采用的是3合1的驱动总成啊，驱动电机。 还有电控系统以及它的减速器，那这样集成的好处呢，就是减轻重量、节省空间。我闻到烧胎的味道了，蓝图的小伙伴，对不起了啊！这么贵的米其林 PC4系列的轮胎啊，自己要换一条还挺下本的。不过也正是因为要在这种极限的制动下，才能够踩出它的刹车性能。第3个项目呢，一个小型的金卡纳，我最喜欢体验的，但是今天我们也没有计时哈，只是感受一下这辆车的底盘素质。那关于这辆车的驾驶啊，调教的怎么样？在金卡纳赛道过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完全能够感受出来的，因为它全车的这个扭转刚性比较高啊，尤其是我们在过弯的时候，感觉很紧致。还有就是它的底盘轻量化的一些元部件的使用，也能够让这辆车有一个比较轻巧的操控感啊。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也感受了一小段的颠簸路啊，分别试了一个高能模式，就是运动模式，还有舒适模式，感觉差异很明显啊。舒适模式过这个颠簸路的时候，你会感觉没有那么多的余震，而高能模式下底盘还是很硬的。另外，这辆车也是采用了一个智能的扭矩分配系统啊，根据我们不同的路况以及驾驶状态呢，它会主动的去分配前后的扭矩啊，实现一个智能的一个动态的响应。OK 了，今天呢，我们一个赛道科目体验就到这里了。下午就是我非常期待的它的 NOA 高速领航辅助驾驶系统，让我们感受一下在百度 Apollo 的加持下，新的蓝图 Free 的智驾表现如何。上次我们在静态体验的时候呢，就给大家展示了尾标上面有一个 Apollo Tech 的标识啊，这也是百度的 Apollo 的智驾系统首次下放到咱们量产车型上，就是蓝图 Free。首先，我觉得它有几个功能是我们在日常的驾驶当中一定会遇到的一些场景，比如说进出匝道啊，我们是可以完全的解放你的大脑和双手以及脚，它会给你提前规划好这个路径，离匝道有一段距离之前就提前的变道，主动的降速，并且适配这个弯道的曲率啊，不需要有人为的控制的。还有一个功能啊，是一个全球首搭的智能进出服务区的功能。它不是说简单的告诉你该进服务区了，该出服务区了，而是会根据你的行驶状态，是不是需要在服务区补能，如果需要的话，那提前给你规划好在哪一个服务区出去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帮我们司机在长途的驾驶当中啊，
解决了很多你这个不必要的思考，你就专心驾驶，享受这个旅途就好了。那作为这款有高阶智驾水平的车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开到高速上面来试试它的高速领航辅助系统到底是不是像我们人类大脑一样啊，像我们老司机一样开车。我们今天选择试驾的路线呢，有75%的路段都覆盖到了这个 NOA 的使用功能啊。那在没有开启 NOA 的状态下，在城市里面呢，我们也可以使用它的 ACC 自适应巡航功能。另外呢，它还是带自动启停跟车功能的啊。刚刚我们遇到了一个信号灯啊。变绿之后呢，前方车辆驶出了，然后我们这辆车呢，你不用给到加速的信号，它就会自动的跟着前进。刚刚我们在城区里面遇到了前方加塞的车辆的时候，这辆车也会做到一个提前的预判，提前给到制动，不会说突然它加进来了，然后我们后车突然一脚刹车停在那儿，大家都很不舒服。Apollo Highway Driving Pro 的这套智驾系统啊，我也是第一次在量产车上来体验，我觉得它整个的这个逻辑啊，既保守又激进啊。比如说我们刚刚在开启 NOA 高速领航辅助功能下呢，它进入匝道之后立刻就变到了这个快车道哈，还是很激进的，并且前方有慢车的状态下，它也是积极的并线超车。整体的这套逻辑还是非常像我们老司机的驾驶习惯的。但是别忘了，咱们这辆车是没有配备激光雷达的，所以呢，它的上层的计算就显得尤为的重要了啊。那整个的这套智驾系统呢，它是并没有使用什么英伟达的 ONX 的智驾芯片呀，而是使用了一个TDA4的算力平台。这段体验过程当中呢，也能够感觉到不依赖于激光雷达的车，完全是可以靠你更高阶的算法来实现一个拟人的驾驶体验啊！我今天也问了一下产品经理啊，说在下一代的产品中有可能会上这个激光雷达，也就意味着下一代产品有可能会上城市的智驾系统。我们现在已经把车队甩了。就是如果我们在开启导航的状态下，它会顶着这个限速的上限去开。刚刚呢，我们在超越大车的时候呢，它也做出了一个像老司机似的反应。因为像我们如果遇到大车在高速上，我们下意识的可能会稍微带一点方向，远离它，给自己带来一定的安全感啊。它也是这样。这一路的 NOA 体验下来，我觉得这辆车它的人车的融合度是比较高的。无论你是想完全依赖于它，还是说你想有一些人为驾驶的介入，它都能够做到一个及时的线性的配合，而且成功率很高，100公里的人为接管的次数小于1次，主动变道的成功率大于99%。这个数据来源于哪呢？就来源于今天我们去的这个武汉智能网联的汽车测试场啊。那这个测试场呢，它是有模拟进出匝道的场景，模拟大车的场景。我们在高速行驶当中的很多的极限场景，它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及公里数的测试得出来的一个数据支持。后 NOA 将退出，请准备接管车辆。这套 NOA 的系统我觉得还是很聪明的啊。刚刚有一个情况就是我拨了转向灯，我要并到快车道的时候，但是呢后方的车辆它本来是想有一个加速的动作，然后我们这辆车没有并过去，但是后半车让了我们一下，然后我们这辆车判断了后面的车给到了一个减速的一个避让，那我们这辆车又积极的进行了变道，所以它真的是会跟社会上的其他车辆进行一个配合。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整个智驾系统在于我们社会道路上面应用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啊。不是说你这辆车用了智驾系统了，然后你就只顾你了，你还要顾一下其他的车辆。相较于我们之前试驾的其他，比如说金士利造车所搭载的这个高阶智驾系统，他们在并线的时候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理工男的那个思维啊，就是觉得我旁边有车了，那我就不能过了，即便旁边车让了我了，他也还是不能过。所以这点来说，我觉得新蓝图福威的这个 NOA 给了我一个全新的体验，还是很好的。提到智能驾驶啊，无论是智驾还是智舱，大家可能都会想到你算力是多少。那我们这辆车其实没有强调它的算力，是因为它有一个很强大的算法。我觉得芯片的算力也好，还是说它这个硬件基础也好，都是一个下限。上层建筑还得是算法。那这套算力平台呢，它的 AI 算力以及它的 CPU 算力都不是很高哈。我们不强调它数据多好，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算法系统，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敏捷、非常准确、精准、快速的一个反馈。
OK， 今天的这个试驾体验呢，我也简单总结一下啊，说一说我自己的心得。我觉得关于高阶智驾这一块啊，可能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它是不提倡我们现在就完全实现自动驾驶，只能说是在一些极限的情况下，能够辅助我们减少驾驶的疲劳啊，提高你的驾驶的舒适性，并且呢，也给到了一些安全的保障。第二点我想说的呢，就是带高阶智驾系统的车辆，其实现在大家可选择的还很多，比如说新势力的这些啊，还有就是华为的那一套，比如说问界啊、极狐呀、维塔11啊等等这些。但对比下来，我觉得今天我们驾驶的这个蓝图的福睿呢，它搭载的百度 Apollo Highway Driving Pro 的智驾系统呢，是我体验过的，我觉得最容易上手的，它的人车融合度也是最高的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不妨赶紧到线下去体验一下。8月19号这辆车就正式的上市发布了，我们也期待一下它的价格，据说很惊喜。好啦，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见，拜拜。